同学们，恭喜你们来到最后一课。这套入门课的最后一课，我们要来画门查尔的一张线稿。门查尔可是德国最厉害的写实画家之一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写实画家之一。他的画面潇洒奔放，笔触流畅自然，是整个绘画界公认的超级高手。那他的画理论上来说非常难临摹，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新手的方式来对它进行一种模仿。原作的所有线条几乎都是一笔完成的，不过我们可以2笔、3笔、4笔来完成。让我们来体会一下大师的这个线稿魅力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，这个画没有大家想的这么难。从轮廓的角度上来说，它可能比你们前面画的手和脚还简单一点。真正难的是这上面的线条变化、深浅处理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整个过程中有哪些关键步骤。第一个步骤还是老方法了，在网格线上找相交的点。这4张画下来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了。其实整个网格法观察的关键就是先盯着网格线去看，看看网格线上有哪些轮廓和它交集了。那你看这里面交集的线呢，主要是它的头发，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是把这整个轮廓看成多个物体的组合的。最大的来看，你可以把头发看成是一个东西，然后整个脸部的轮廓又看成是另外一个东西。如果继续往里面细分的话，眼睛可以看成是一块。为什么我是这么概括？因为这里包含了眉弓骨、眼眶、上眼皮、下眼皮，它在生理结构上是比较适合划分成一块的。然后是整个鼻子，这又是一块。鼻子里面可以细分为鼻头、鼻翼，又是一块。然后整个嘴巴，由于这里胡子比较多，我可以把胡子看成是一块，下巴再看成另外一块。你看，我们可以无限的把它分割，但分割到这个步骤就差不多了。另外一个难点是这个头发，注意这几条比较深的线，它其实也可以往里面继续分割，分割成3个部分，然后就是头结束的位置，也就是脖子的位置，再分割一个。这几个模块就是我在这张画里是散的时候的典型分割。哦，对了，应该还有一只耳朵。那这种分割逻辑呢，就是人像绘画里常用的分割逻辑。为什么这么分？这得系统的学习人体的骨骼知识，学习一些经典的画家们的分类逻辑和比例方案，这样就更好理解了。你用这种逻辑去分以后，然后才方便自己去找。推荐大家可以截图一下，这样回过头来再去看操作的时候，你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去概括，去画轮廓。那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步骤就是在实现我刚才说的那个分割，只不过我画的时候呢，线条画的没有那么死板，并不完全是直线的样子，有时候还稍微用了一点弧线来画。不过仔细看眼睛这里颜色比较浅，那眼睛这里呢是有更细致的划分的。整个眉弓被分割成了3块，这和它这里眉弓骨的肌肉结构、骨骼转折都有关系，我就不具体拆解那个复杂的讲解了。你注意这里要分成3块，我把这3个圈标记了以后，你再看原图，应该能感受到这个分类的存在。所以我的作画过程中其实这样分了类的。那这个勾线过程呢，和之前就稍微有点区别了，它的轮廓线更细，所以需要我们用笔尖发力，黑的地方你就多涂几遍，粗的地方你就多来回涂几次，和前面的操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我就不具体讲解这里的操作了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。如果你独立的画出来了，成就感会更高。根据我过去的教学经验，能够完成前面3张的同学画到这里，其实大概率都能够画出来。那这张画的一个难点就是这些头发丝的线条怎么画，如何画出这种流畅的状态。我们现在仔细来看这个头发丝的画法，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在同一个位置可能来回摆了好几次才真正的出手，我有一个准备动作。但有人可以说，老师你是怎么做到一出手就能够弧度大小都比较接近呢？其实啊，这就需要在这个位置转变一下作画的心态。我们不要想着自己是在画画了，而要想着自己是在写书法，是在写字。画画这个事情实际上只要你看懂了，你就真的能画出来。如果你发现你画不出来，很多时候其实确实是没看懂。来看这个位置，现在不要想象它是头发丝，而想象它是一个符号，是一个字，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字。这是它其中一个笔画，
这是另外一个笔画。你可以把这3个方向理解为它的字体结构，这里有3个转弯的方向，这是它的结构，就像字里面有左右结构、上下结构，对不对？练习书法的同学应该很理解这种描述是什么意思。在这个结构这里面有很多笔画，我用蓝色的线条来表示，你看，这是一个笔画，这是一个笔画，但它们都是顺着这个结构来的。你只要先分析好了结构，那你画的时候顺着这个结构的方向来画笔画就好了，就像写字一样，写了一堆撇和捺，所以你出手要利索。就像郑板桥说的，这叫胸有成竹，这就是你心中已经想好的套路模板了。记住刚才这个印象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在一张空白的纸上来示范一下，还记得结构吗？这是一个结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方向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方向，这是我刚才记忆中这3个方向。那么现在按这个方向来写字，但我写的比较快啊，那写的比较快就容易抖，因为我没有练过这样的笔画呀。可能比较顺手的方向你还能够画得出来，那怎么办？那么就慢一点来，看第一个方向，对吧？你多画几笔嘛，要想好了啊，找好感觉再送手。但第一开始直接画可能会觉得总会有抖动，那怎么办？来，在这个方向上啊，你先晃来晃去，就像打台球育苗一样，就是不动手，准备发力的那个感觉一样。等你真的感觉这个手感比较顺了，你再动手，它就会真的比较顺。你看，试一下，感觉一下。好，按照这个手感，然后你就看到这里有3个方向的线条，对不对？再到这个方向，如果它用力的话，你就用力画，它就会有这种发丝的感觉了。但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点，就是不要企图画的和原图一模一样。就算门查尔复活了，他也不一定做得到。你要真想画出原图这种美感，其实重要的是把他这种笔触的利索的感觉、潇洒的感觉给模仿出来，而不是要把形状模仿的一模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并不追求完全一模一样啊，放开手脚试一试，你就会有新的体验。那你来看，其实这些细节都是写出来的，只要你想好了它的结构，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。那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讲解了，留给你们自己去分析了。当你把这个操作都完成了，那这张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了。但是还有一个新鲜的操作，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？我们看这个湄公骨涂色的技巧，我是整个笔躺下来的状态，因为你看原图它有一种明显的颗粒感，这种颗粒感不是靠你用线条能画出来的，它得用一种新的技巧叫侧锋运笔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用笔尖写字，这个在国画里面叫中锋。如果我把笔躺下来，这就叫侧锋了。你看啊，但注意笔不要太尖，要稍微钝一点，然后把它贴在纸面上画，你看就会有这种粗糙的纹理感，就会把纸的纹理给印出来。我们小时候玩过涂硬币的活动吗？其实就是这种玩法。所以我们要把笔躺下来，如果你要涂眼睛那个地方颜色的细节的时候，就得这么涂，包括衣领的位置也是一样的，用这种方式涂色就能够把这种粗糙的肌理感模仿出来。当然刚开始试的时候你可能试不出手感，你得多试几次。所以大家看这里我就是在这样操作的了，包括后面这个后脑勺的位置，你看都是这么操作的。好的，整幅画的核心操作难点我就都讲完了，恭喜你们掌握了一张非常难的画。如果这几张都画出来了，我相信其实你绘画已经开始入门了，能够把线稿画出来了，这对很多学画画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你以后的绘画可能都只需要一个十字格就能够开始动手画了。那么这套课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有兴趣继续往后面进修的话，推荐可以来我这边的基础班学习。我的基础班就是顺着十字格继续往后开始的，你会慢慢的体会到后面没有这个网格线怎么去画画的感觉。而我采用的是巴尔格的教程，经过巴尔格的洗礼，你会更清楚这个要概括出什么样的美感更好。你会发现更多的观察形状和归纳形状的技巧方法，同时掌握上色的技巧，画得像巴尔格一样漂亮。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体会古典的美感。而我在这整套课程中
挑的都是这些古典大师的绘画，是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个西方写实绘画的基础开始，从源头开始，学习他们的操作，学习他们的技巧，同时享受在他们的美感之中被熏陶。掌握完基础之后，还有兴趣往写实的道路上发展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深入，就像中央美院的校训一样，尽精微致广大。在深入的观察中，你会更加理解这个世界。比如在人像课中学习新的写实技巧，学习人体骨骼的解剖，初步了解解剖学和绘画究竟是如何综合应用的，以至于能够让你把脸部肌肉上面微妙的起伏画得更具体，同时把一个人身上不同的质感给表达出来。你会看到这个头发是毛发的质感，眼珠是玻璃的质感，皮肤是一种皮革的质感。好的，这些都掌握了，如果你想再进一步，就可以来到人体绘画中，学习更加复杂的人体解剖，掌握整个人体的美。就像吴冠中说的，整个西方的美学精髓其实都在人体身上。只有你掌握了这些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玩速写，又快又好的去画画。单纯的追求快，只能爽一时，画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哪都不准，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扎实的解剖学习中。那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套，都是帮助你来系统的学习整个西方写实绘画的，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。如果你对我的系统教学感兴趣，就可以来找我咨询。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，希望这一整套课程真正的为你带来了绘画上的信心，让你相信自己是可以画画的了。有什么课程建议和想法，都可以留言给我，我们一起在绘画的道路上前进吧，加油！